第41章，上士闻道，勤而行之；中士闻道，若存若亡；下士闻道，大笑之。不笑不足以为道，故见言有之。明道若昧，进道若退，一道若方旷，上德若谷，广德若不足，见德若偷，至真若愚，大白若辱，大方无余，大器晚成，大音希声，大象无形，道隐无名。夫为道，善待且成。解释：上士听了道的道理，就努力去实践；中士听了道的道理，觉得好像是有道理，又好像没道理；下士听了道的道理，就哈哈大笑。不被嘲笑，那就不是真正的道了。所以古人说过，明显的道好像暧昧，前进的道好像后退，平坦的道好像高低不平，崇高的德好像低洼的川谷，洁白好像污垢，广大的德好像有不足，刚健的德好像是怠惰，质地纯净好像是浑浊。最大的方形反而没有边角，重大的器具往往制成得很晚，最大的声音听来反而无声，最大的形象看来反而无形。道幽隐而无名，只有道才善于使万物得以完成。第42章，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，万物负阴而抱阳，充气以为和。人之所恶，为孤寡不古，而王公以为称，故物或损之而益，或益之而损。人之所教，我亦教之。强梁者不得其死，吾将以为教父。解释：道产生统一体，统一体产生对立的两个方面，对立的两个方面产生第三者，第三者产生万事万物，万物内部都包含着阴阳两个对立的方面，它们在交冲中得到和谐。人们所厌恶的就是孤家、寡人，不这些词儿，而王公们却用这些词称呼自己，所以一切事物贬损他，他却得到增益；增益他，他却受到贬损。人们所教导我的，我也用来教导别人。强暴的人不得好死，我要把这句话作为教人的宗旨。第43章，天下之至柔，驰骋天下之至坚。无有入无间，无事以知无为之有益。不言之教，无为之义，天下希及之。解释：天下最柔弱的东西，能驾驭天下最坚硬的东西。无形的力量能进入没有空隙的东西里面。我因而认识到无为的好处，无言的教导，无为的好处。天下的事很少能够比上得上它。第44章，名与身孰亲，身与祸孰多，得与亡孰病，甚爱必大费，多藏必后亡。故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，可以长久。解释：名声与身体相比，哪个亲切？身体与财产相比，哪个重要？得到和丧失相比，哪个有害？所以过分的吝惜必招致更大的破费，丰厚的储藏必有严重的损失。知道满足就不会遭到侮辱，知道适可而止就不会遇到危险，可以长久安全。第45章，大成若缺，其用不弊；大盈若冲，其用不穷；大直若曲，大巧若拙，大辩若讷。静胜燥，寒胜热，清静为天下正。解释：最完美的东西好像是空虚的，它的作用不会穷竭；最挺直的好像弯曲，最灵巧的好像笨拙，最好的口才好像说话迟钝。疾走能战胜寒冷，安静能克服炎热，清静无为可以做天下的首领。第46章，天下有道，
却走马以粪。天下无道，戎马生于郊。或莫大于不知足，就莫大于欲得。故知足知足，常足矣。解释：天下有道时，战马都用来耕地；天下无道时，怀孕的马也要在战场上生驹。最大的灾祸是不知道满足，最大的罪过是贪得无厌。所以知道满足为满足，永远是满足的。第47章：不出户，知天下；不窥牖，见天道。其出弥远，其知弥少。是以圣人不行而知，不见而明，不为而成。解释：不出大门，就能知道天下的事理；不望窗外，就能看到天道。走出去越远，知道的道理越少。所以圣人不需要通过经历就能知晓，不需亲见就能明了，不去做就能成功。第48章：为学日益，为道日损，损之又损，以至于无为。无为而无不为。取天下常以无事，及其有事，不足以取天下。解释：求学问天天增加，求道天天减少，减少再减少，以至于达到无为的境地。虽然无为而没有不是他所为的，治理天下不要经常进行干扰，如果经常干扰，就不可能治理好天下。第49章：圣人常无心，以百姓心为心。善者无善之，不善者无亦善之。得善信者无信之，不信者无亦信之。得信，圣人在天下，摄摄焉，为天下浑其心，百姓皆助其耳目，圣人皆孩之。解释：圣人没有固定的意志，以百姓的意志为意志。善良的人我善待他，不善良的人我也善待他，就可以使人向善。讲信用的人我信任他，不讲信用的人我也信任他，就可以使人守信用。圣人治理天下，和和气气，使天下百姓心思归于浑朴。百姓都注意他们自己听到的和看到的，圣人使百姓们都恢复到婴儿般的状态。第50章：出生入死，生之徒十有三，死之徒十有三。人之生，动之于死地，亦十有三。夫何故？以其生之后，盖闻善射生者，陆行不遇四虎，入军不备甲兵。四无所投其脚，虎无所用其爪，兵无所容其刃。夫何故？以其无死地。解释：从出生到死亡，长命的占3/10，短命的占3/10。本来可以长命的，却过早死去的也占3/10。这是为什么？因为想长命，生活过于优厚。听说善于保护生命的人，在陆地上行走不会遇到牛和老虎，在战争中不会遭到杀伤。牛用不上它的脚，老虎用不上它的爪，兵器用不上它的刃。这是为什么？因为它不到有死亡危险的地方去。